高达作为以卖模型为目的而制作的系列动画，每一部作品是否成功，基本呢都是以模型卖的好不好为评判标准的，除非那部作品是在某位大佬的监视下做出来的。而谈到高达作品的商业成绩，那就肯定要说说高达模型界 UC 系之外的半壁江山高达 C 的了。别说是各大主角机，在几个例如 MG、RG、HG、MB 产品线上都是做了个遍的。而且很多呢都是享受了 UC 系亲儿子般的 2.0 待遇的，甚至在 MGEX 和 MGSD 这种新规格产品线中，它更是压头阵的。就说那些二线机体和杂兵机，在 C 的播出后20年的如今，居然有补完之势。这些模型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让玩家们心甘情愿地掏空自己的口袋呢？是因为番剧本身人气太高，带动的模型销量。好，本期视频就这么多，咱们下次再见。开玩笑啊，诚然，番剧人气也是模型卖得好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可忽略的是，机设的成功，模型出色的可玩性，更是模型能大卖的根本。在上一期视频中，我们通过音乐回顾了一下高达 C 的大火的原因。那么本期视频呢，我们就通过机设来聊聊为什么这部作品的机体能够如此深入人心吧。高达 C 的为何如今还这么火系列视频共计4期，主题呢分别是音乐、机设、故事和人设。UP 作为一个研究高达 C 的专家，将以上4方面带大家共同回顾高达 C 的这部无数人入坑的作品，同时呢也为2024高达 C 的全新剧场版做一个预热。帅呗，时髦呗。那像 DX 神高达这样的机体也算是有大翅膀的吧，虽然呢也有一定自己的受众，但为什么远不如自由卖的好呢？更何况像强袭这类机体本身也没有大翅膀元素，卖的也很好啊。这时有人要说了，C 的看的人多，所以买的人就多，但看 C 的外传的人可没那么多，异端又为何卖的那么好呢？其实很多人讨论 C 的这样有争议的作品时呢，尤其是一些打心底瞧不上这部作品的老粉丝很爱把它的成功归咎于一个看起来很理所当然的原因上，似乎随便一个作品只要做到这些，就同样会大卖一样。而某些高尚的作品不屑于加入这些世俗的设定，所以才没有 C 的卖的这么好。这就是典型的二极管思维了或者说是傲慢了。而且恰恰相反， C 的机设的成功正是吸收了很多老作品的成熟经验，并且呢将新鲜的血液融入其中，才获得了如今的成就。下面就让我们共同探讨一下 C 的系机体的机设。咱们就先从最初登场的吴小强开始说起吧。就说说强袭高达吧，不知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有这么一个疑问作为主角初期所驾驶的机体，强袭高达无论是强度还是华丽度都远不如吉拉后来所驾驶的自由高达，但为何它的模型平均素质以及销量却又这么好呢？像我小时候看完高达 C 的，买的第一款 C 的模型呢就是 MG 自由，当时那 MG 空装强袭我是一眼都没看，后来出了 MG 漆黑强袭，我才算是入手了第一台强袭高达吧，毕竟外观差距还是挺大的。真正意义上买的第一个原皮强袭是08年那会儿出的 MG 舰炮背包的强袭高达。现在想想我算是明白了，我只是单纯的不喜欢空装强袭罢了。对于年少的我来说舰装强袭那帅气无比的大张一刀流造型，以及输出暴力的炮装强袭才是我的心头号而漆黑强袭呢则更不用说了，大舰和磁轨炮直接给复合在机翼上面了，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天才的设计？不过其实到这儿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强袭高达为什么吸引人了，因为它作为一个玩具来说，突出一个好玩。像我最喜欢的舰装强袭，除了标志性的大舰，还有回旋镖以及弹射钩爪，哪个小男孩能经得住这个诱惑呀？而正因为强袭高达有着随意换装的机设，所以万代也清楚，只要把本体素质做得好一些，搭配上后续的装备，那肯定是一劳永逸或者应该这么说，万代就是为了一劳永逸的卖模型，才设计了强袭这样的机体。你看看 MB 强袭出了多少装备了，就知道这玩意儿有多挣钱了。在玩家群里面经常会有这么个说法，C 的之于高达就像迪迦之于奥特曼，都是把系列带出谷底的翻身之作。而恰好呢，强袭高达的换装系统也对应了迪迦奥特曼的换色系统，历史竟如此相似。以上呢，我们还只是从模型的玩具属性出发来进行的分析。其实单看强袭高达的机设，你就会发现这看起来简简单单的机体可一点都不简单。直白点说那就是强袭高达真的太露骨了。相信拼装过带骨架的强袭高达的小伙伴们肯定都清楚，强袭高达的肩部、小臂、领子、腰部以及小腿等地方都是有大量的骨架外露的，可以说是一股子浓浓的工程机味道了。尤其是像脚踝这里外甲这里还特意开了一个口子，就是为了方便你观察脚踝上的小圆扣。这就好像什么呀？这就好像在看一眼女子小臂就得对人家负责的古代，一个妇人专门把袖子剪了一个大洞，见人就展示她的纤纤玉臂，那画面不要太哇塞而强袭高达更离谱的是，它的机甲其实也是从骨架上面直接延伸出来的，那不就等于说
总的来说吧，强袭高达这种露骨的机设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内购控们的需求。要知道这可是大和元邦男做的原机设呀，作为老一辈的机甲设计师，其设计出来的机甲总会遵循着一个潜规则，那就是虽然这是科幻机甲，但它一定有合乎现代人常理的结构设计，比如高达的各种散热口监视器以及扎古的外露动力管你也别计较它到底有多合理，但只要能让人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儿，就已经是达到目的了。而就算大和元邦男之前还设计过高达 G、高达 X、高达 W 这样非 UCC 的比较浪漫主义的机体，但装甲能够覆盖全身，还是一个机甲的基本盘，不会动摇。而到了高达 C 的这里则是突出一个颜值就是一切，更何况这种外露骨架的设计也不仅仅是好看而已。拼装的时候，外甲与骨架相互嵌套的安装方式，也是一种非常独具一格的体验了。如果有至今还没做过强袭高达的小伙伴，强烈推荐试试 PG 或者是 MG 的强袭高达哦。说完了强袭，咱们再来说说另外4个小强。决斗，其实我更喜欢以前的翻译叫斗将，它是5小强，也就是这系列机体的元祖机。作为原型验证机，决斗高达在机设上面可以说是最朴实无华的，武器就是标配了一枪、一盾、一对火神炮、一对光束军刀，连在设定上本该携带的火箭筒，都因为抢高达时太匆忙，没有被伊扎克带走。就算后来加装了狮装装甲，整体观感也不如其他4小强那般有特色。不过虽然机体一般，但驾驶员可不是吃素的呀。就说伊扎克在剧集前半段没那么讨喜吧，但在与阿斯兰冰释前嫌之后，又上演了一出怒杀地球3小强中2个的表现，让这台机体的受欢迎程度也直线上升了。尤其是击杀近段高达时狮装爆甲突袭那一幕，更是完美诠释了狮装与决斗这2个名字的意义。这就是动画带动审美的典型代表了。接下来是暴风和迅雷，这俩我就一起说了吧。首先是暴风，左手收束枪，右手扩散枪，双手武器组合后，由扩散枪做枪头时会变成对装甲散弹炮，由收束枪做枪头时则会变成高脉冲远程狙击步枪。这个设计真的绝了我记得小时候没钱买暴风高达模型的时候，就拿之前买的其他的双枪玩具想象成暴风高达来玩，再加上动画中会反复播放迪亚哥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导致暴风高达使用主武器时无论是画面还是音效都直接刻在我 DNA 里边了，玩的时候代入感可以说是非常强了。而迅雷高达其实就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5小强机体了，右手弓盾套装真的是太帅了，毕竟有哪个男孩能抗拒帅气的钉枪呢？当然了，看过铁血以后就没有那么喜欢了。而且这台机体还配有战斗爪毛和海市蜃楼系统，动画中的表现也是相当亮眼，可以说是集颜值与可玩性于一身的机体了。现在我都后悔当初没收一个海市蜃楼启动版的这个 MG 迅雷，现在都天价了最后要说的就是红色刀多，自报密码是 BBBB 的圣盾高达了。作为高达 C 的中部分对应了夏亚的角色，阿塞兰座驾基本都是一直保持着红色色系，除非当时没得选。也正因为有人气角色带动，再加上 C 的系前期唯一可变形机体的加持，使得圣盾高达的人气也可以说是相当高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圣盾高达变成 MA 形态以后，可以像大爪子一样直接把对方给抓住，然后就可以用海妖炮直接给对面来一个透心凉。这个设定我觉得就算是到现在万代出品的可变形高达里边，也没有几台能够设计的这么妖娆的。而 MS 形态下手脚都能够使用光束军刀的设定，也可以完美契合夏亚飞踢的精神。 MS 的脚绝对不是装饰品。那么5小强整体看下来别的不说，至少玩具属性那是真的直接拉满，唯一一个没啥玩点的还是有驾驶员人气在那撑着。而且几台机体有负责近战输出的，有负责远程歼灭的，有负责隐身背刺的，有负责变身突袭的，还有一个光换装就能开一个支队的。主打的就是一个引诱你来收集。在非 UCC 高达中，作为动画前半段登场的机体，这一系列5小强的人气可以说是独一档的。 W 都要靠翻译 W 机设才卖得开， TV 版 W 5小强万代甚至都不敢出 MG。 00呢则是这几年才堪堪补完 MG 4小强，其他系列就更别想了，因为 MG 产品线都死了。OK， 前戏铺垫完了，咱们终于该聊聊大杀器了，那就是自由高达。它的成功简单来说就是颜值、机设、演出全方位的成功。它有种什么感觉它就像是万代在高达 X 和岛 A 高达的商业失败以后，呕心沥血、卧薪尝胆，憋了很久以后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把我要抢钱了几个字直接说到玩家脸上的感觉。论颜值，它抛弃了传统主角机那红蓝黄白的本体配色，而是效仿马克兔，采用以黑白为主的色调来设计，并进一步削减了黄色的存在感，再使用蓝色进行辅助，黄色和红色仅用于点缀，这使得躯干部分的配色更加简洁化，也更符合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在此基础上，身后的一对大翅膀更是自由高达的点睛之笔。相信通过 EW 的成功之后，万代也应该更加进一步的确认了
大翅膀就是吸引路人粉的杀手锏，这一核心战略方针。其实从高达 V 开始啊，高达加翅膀基本就是主角机的标配了，像是 V2 高达的光翼，神高达的可展开机翼，飞翼一家的各种翅膀， DX 高达的月光炮，岛 A 高达的月光碟，其实都是万代在摸索什么样的翅膀更受欢迎的一个过程。如果说掉毛高达是魔幻方向上的成功，那自由高达呢，则是科幻方向上的成功了。自由高达初登场，大翅膀一展，散热片一开，这场景有多经典，不用我多说了吧。而机设上，自由高达也有一种非常讨巧的感觉。看看前几部高达啊，抛开超级系的武斗传不说， W 和 X 都走的是大炮巨舰主义，要的就是一炮毁天灭地的效果，毁不了就打3炮。而岛 A 呢，则更是直接进入因果律武器的范畴了。对于后边的高达来说啊，这就有种牛逼都吹完了，我后边该咋办呢？自由高达呢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炮多，然后多锁。我不搞什么夸张的口径，也不搞什么玄学范畴的东西，我自由高达要平 A 有高出力的光束步枪天狼座，要输出有等离子极速光炮鲸鱼，要破立场有实弹磁轨炮旗鱼，要近战有2把能拼接到一起的光束军刀蝎虎座。杂兵一个一个来，我就一个一个砍，一个一个射。要是杂兵一群一群的来，我就一个多锁5花大炮送各位一起回家。从此啊，C 宇宙就从 Ace 一场战斗能杀5-6个杂兵的真实系战斗，直接变成一场战斗能杀几十几百个杂兵的无双游戏。自由高达之于吉拉，就像牛高达之于阿姆罗，只有机体跟得上驾驶员的能力，才能彰显驾驶员的含金量，而不是我本来就有一个输出爆炸的武器，仿佛谁来按一下扳机啊就能行的感觉。这个就是自由高达机设方面最讨巧的地方。最后再来说说演出，在本系列的上一期视频，也就是回顾高达 C 的音乐为何成功时，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测试，将国人比较熟悉的几部高达作品中主角机登场的片段拿出来，把画面去掉，看大家能不能光听声音就把画面想象出来。自由高达则力压掉毛、脉冲、00、独角兽与巴巴托斯，成为令绝大多数人记忆最深刻的登场。可以说万代与日升啊，为了卖好这个胶，从机设到剧情铺垫到登场时的配乐，全部毫无保留的拿出自己吃奶的劲儿，才造就了自由高达的成功。尤其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大家很少接触到比较老的高达作品，而自由高达呢又赶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风口，成为了这一代人心中无法替代的经典。别问凭什么它是经典，看看上海的高达立项是谁还不明白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由高达和正义高达的外挂装备流星系统一登场啊，也给我带来了一点点火力压制的震撼。很多小孩子，比如像我儿子啊，最喜欢的就是机甲上面能开很多导弹舱盖的设计。我的中炮高达，我儿子是光玩导弹舱就能玩一下午，而流星装备呢则更夸张，几乎全身都是导弹舱，配合第一次登场时全弹发射打核弹的场景，那真是帅得两手还能打出40米长的光束军刀，乖乖，就差把无敌2个字直接刻在上面了。那吉拉那边的高达这么拉风，阿斯兰的高达又该怎么设计呢？本体1把光束枪，2把光束军刀，1对回旋镖，你说它是近战特化，刀还没圣盾多呢，就连双光束军刀拼起的动作吉拉也是一样会用。所以正义高达最核心的设计全都在它的战术背包命运00上。这个命运呢不是 Destiny， 而是拉丁语的 Fatum， 是这么读吧？不过终归啊都是一个意思。所以说阿斯兰是从第1季开始就背负上了某个命运小崽的这个负担了。命运00背包最大的特色就是功能性极强，搭载在本体上时呢，可以当做辅助飞行背包，也可以踩在脚下当做辅助飞行器。而将背包发射出去以后呢，就可以通过 AI 干扰对方的锁定，以达到诱导攻击的用途。再加上背包本身呢，也搭载了相当数量的机炮，拿来当无人攻击机使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总的来说呢，就是战术属性拉满。在动画中呢，也有阿斯兰使用命运00背包掩护吉拉的场景。由此可见啊，设计出正义高达这种偏功能性的机体，就是拿来跟自由高达配对的。你买了自由高达，它驾驶员的好基友的机子，你也得配一个吧。财团币的算盘啊，早就敲得噼里啪啦响了。什么？还有人不想凑这对红蓝 CP？ 没关系啊，主角捅 BOSS 的名场面，财团币都给你画好了。BOSS 机总得来一台吧？之前说过，阿斯兰是对应了夏亚一部分的角色定位，机体方面呢突出了红色。那么克鲁泽呢，也是同样对应了夏亚的一部分，而机体呢，则是对应了吉翁号的浮游炮。在历代高达作品中呢 ，BOSS 机配各式各样的浮游炮武器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了。而像神翼高达这样把浮游炮设计的这么抢眼的，却也算是屈指可数了。不但背后背负了一个大龟壳，专门用来搭载浮游炮，连裙甲都直接改成浮游炮了。再加上那邪气满满的面相和配色，以及动画极具压迫力的表现，使得这款 BOSS 机意外的拥有着相当高的人气。而且硬要说的话啊，克鲁泽这个角色为这款模型带动的人气可能占比会更多一些，毕竟灵魂3问是那么有名。
相对而言呢，外观与神翼相仿的传说没有了克鲁泽的背书，混的就不太好了。至今 C 的 D 4天王就他没出 MG 了，而神翼连 MB 都出了，这待遇差距。这也算是从侧面说明了一部好的动画对卖胶能做出多大的贡献了。很多人说，哎呀，你看国模多便宜啊，多良心啊，甚至说某些盗版翻模才是正常的塑料价格，这就是没把动画宣发成本算进去。很多时候啊，让你决定要不要买一台模型的，往往不单单是它的外观，更多的是它所属的作品。而大多数国模呢，好一点的还有一个小众的漫画支撑，差一点的那真的是纯卖鸡舍了，更别提那些直接翻模的厂子了。有点扯远了啊。最后再来说说 C 的里边非常亮眼的地球三小强吧。这哥仨的机体啊也是相当的讲究，一个主远程输出，一个主变形突袭，一个主近战以及防御，而且也出具海陆空3系的雏形，那真是要啥有啥。要说我最喜欢的，那还得是近段高达，主武器是一把很魔幻的大镰刀不说，那对能够扭曲光线的盾牌啊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不但能让对方打过来光束进行偏折，还能让自己打出的等离子炮也带有弧形弹道的效果，真是设计鬼才啊。除武器以外，近段高达本体呢也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设计，那就是把背包往脑袋上这么一盖，就可以变成高速巡航的模式。之所以说它有意思啊，就是背包上这个硕大的天线，我以前看的时候呢，一直以为这是高达头部的天线穿过来形成的，跟戴面具似的，还挺可爱的。而且呢，我还老思考这么个问题，这天线到底是怎么穿过来的？是像 Z 高达那样收拢天线以后穿过去的，还是背包上有足够的缝隙供天线直接穿过去的？结果后来我才知道啊，原来背包上的天线是独立的，突然还觉得有点失落的感觉。说起来呢，我也是查资料才知道，近段高达还是三小强里边的队长机呢。从剧中的表现来看啊，也算是三小强里边最难缠的了。相比设计别出心裁的近段高达，灾厄高达我觉得呀就稍微有点敷衍了。手里拿个火箭炮，肩上扛2个光束炮，胸部藏着一个能量炮，最好玩的是盾牌上面这2个冲脚炮，就有一种把不知道从哪撅下来的箭炮带着甲板一起当盾牌使用的感觉。这么细长的小炮管还是设置在盾牌表面的，这个盾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呀？不过小时候倒也没觉得那么别扭，就是感觉哇，这家伙浑身都是炮，连盾牌都是炮，好厉害啊的感觉。最后就是可变形的强夺高达了。作为高达 C 的第一季中出现的唯2可变形的机体之一，强夺高达给我的印象就2个，一个是爆了吉拉头的流星锤，说来给可以变成飞行载具的高达配流星锤这种武器也是挺有创意的啊。一般来说，为了保证突击的速度，飞行载具都是会选择以轻量化的武器为主的。另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呀，就是驾驶员的咆哮。说来啊，这也算是重复画面的一种功劳了。你看，我就把这画面往这一放，估计你们都能把声音自己脑补出来了吧？有这种代入感，那模型玩起来能不带劲吗？那么至此呢 ，C 的第一季登场的主要机体介绍的就差不多了，其他的一些非高达系机体呢，就留到介绍高达 C 的 D 的时候再一起讲吧。如果换做过去的我啊，肯定会到此结束视频，把 C 的 D 的机体呢单独拿一期出来讲。但眼看就年底了，不出意外的话，这是今年最后一期视频了，我又怎么舍得让粉丝等1年才能看到视频的下半集呢？而这么一来啊，这期的文案量也就来到了13000多字，如此宠粉的 UP， 大家赶紧关注收藏起来吧。好，接下来咱们说说 C 的 D 的机体。V 高达其实还会稍微的那么装一下，乍一看呢还能看出那么一丢丢飞行器的样子。这脉冲高达可好，升级成了2门大炮，2个导弹发射舱，并去掉了1门加特林，增加了一个光束长矛，基本上呢都是火力乘2的升级，而且换装也由过去的在出击前换装，改成了由专门的运输机实现战场换装。相信也是当初看强袭高达临时战场换装得到灵感吧。而且这次换装还追加了换色的设定，也就是 VPS 装甲，该装甲会根据战场需要调整输出功率，功率越高颜色越深。这也是受到1战后和平条约的影响，在禁止使用核能的情况下，想要让机体搭载比过去耗能更高威力更强的武器，在能量使用分配上面下功夫也是条路子。所以脉冲换上需要近战肉搏的舰装时，就会呈现出颜色比较深的红色，而需要将能源集中在武器和推进器上的炮装以及空装则使用了绿色和蓝色。好家伙，迪迦直呼内行啊！我们那会儿还好奇啊，这种变色装甲做成玩具会是什么样的呢？难道真的会有那种根据不同的装备就会变不同颜色的塑料啊？要知道外传里边的命运脉冲这种，那可是开一。于是乎啊，扎夫特又给脉冲高达配备了一个专用母舰密涅瓦号，不但有专门的脉冲高达部件发射口，还配有刀核供电系统。只要脉冲高达在密涅瓦附近，就可以实现高功率的无线快充，瞬间满电。不过这个功能看起来挺酷的啊，但我比较好奇，这又是要在密涅瓦附近，而且貌似角度还比较固定，为啥不直接发射一个
带电池组的背包实现充电呢？这样效率和容错会更高一些吧，而且充电半径也会大大增加。变形后应该算是一头豹子吧。武器呢也是丰富了许多，人形态的光束步枪呢可以继续使用，同时还追加了背部的突击炮，使得远程火力更加强劲。根据设定MA 形态下，盖亚高达还可以将光束军刀配备在嘴的两边，像巴库那样战斗。不过我印象中证据好像没有出现过可能是史黛拉不太喜欢雕刀子吧，他更喜欢使用背后飞翼上的光束刃，也依靠它成功拿下了扎夫特某唱跳 S 的人头，实用性还是挺强的。这里就不得不提一嘴 C 的第一季的巴库了。之所以扎夫特会着力开发可变形 MS， 就是因为看到了一战中根据地形特化的机甲在战场上发挥的巨大作用。当初沙漠之虎带着以巴库为核心的部队在沙漠里边呼风唤雨，直到某个大灾星号来之前，可以说是打遍沙漠无敌手。比较有名的就是在 CE70年的苏伊士攻防战中，刚打了胜仗的欧亚联邦坦克部队被虎爷的巴库部队打了一个透心凉，并让某个传奇坦克手将信仰从战车改到了 MS 上。不过这都是外传的剧情了正传中巴库除了吃过大灾星号以及吉拉的鳖，在其他战场上基本上都是大放光彩的，这也得益于其优秀的设计，仿生结构做得非常合理，平时可以如野兽般四足行走，大大降低崎岖地形带来的阻碍。而在沙漠中呢，又可以使用四足上的履带进行滑行，防止陷入沙海之中。背后的可替换炮台也有着相当大角度的打击范围，后期追加的嘴刀更是让巴库的白刃战水平上了一个档次。只不过很可惜的是，盖亚高达并没有继承巴库的履带设计，而只是可以进行四足奔跑，所以对于我来说盖亚高达并不是巴库的完美替代品。如果二者的模型摆在我面前，我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巴库。不过盖亚高达有史黛拉这个角色的人气加持，估计喜欢盖亚高达的人可能会更多一些吧。接下来是深渊高达，可以说是三小弱里边我最喜欢的一台机体了。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它可以像自由高达一样进行全弹发射，而且它身上的武装数量真的是非常的离谱，头部一门机炮，胸部2门大口径机炮，还有1门烈火负向光束炮，肩部也就是背后的2个壳上面设有4门高速制导鱼雷发射管，4门实弹连装炮，6门威力与光束步枪相当的光束炮，背部还有2门京士改光束炮。所以理论上如果深渊高达真的想全弹发射，是可以20炮齐发的。我就纳闷一台电池机搞这么多炮，这续航真的没问题吗？哦，对了，说起来，混沌、深渊、盖亚3机其实都是能用密涅瓦上的刀核无线充电的，只不过呢，这仨一上来就被地球军偷走了，就没有机会用这个功能了。这么一想倒也说得通了。深渊的武装呢还没说完，他手里还有一把兼具实体刃与光束枪头的长枪，我倒是觉得这个武器更像古时候的戈，可以说是全方位无死角的武装到牙齿了。只可惜到目前为止深渊高达都只在05年出过一款144比例的模型，期待 FM 补完初代嗑药三小强以后呢，能够把这三小弱的机体给补上。深渊高达出必买，好吧。最后要说的也就是活得最久的混沌高达了，它的武装数量也是相当的多的，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对浮游炮了。看外观，估计很多人都会联想到第一季木叔所驾驶的莫比乌斯零式，只不过呢，零式是线控的，混沌是无线的，而且呢，它不但是无线的，在扎夫特的科技树加持之下，驾驶员并不需要太高的空刃能力就能够使用该武装了。而混沌高达本身呢，也是有着负向光束炮以及光束钩爪等装备，再加上其可以在大气中独立飞行，看起来无论是装备种类还是地形适应性、泛用性都是相当高的。然而就是这么一台机子，由于在剧中常年陪着阿斯兰划水，表现力着实有些差强人意，再加上其曾被村宇记录的辉煌战绩，虽然机体本身设计的不错，但实在有些让人不太喜欢的起来。不知三小弱里大家更喜欢哪台呢？提到划水的阿斯兰呢，那就得说说救世主高达了。说实话，我觉得救世主高达大概是整个高达 C 的系列中设计的最没有特点的机体了，无论是装备种类还是机体的作战风格，可以说几乎找不到任何亮点。再加上阿斯兰在第2季的划水行为，战场上不是在变形就是在变形的路上，还让吉拉削了个人棍，导致这台机体既没有战绩也没有人气。到现在阿斯兰开过的专用机里边，只有救世主没有出 MG 了，你就说他有多不受待见吧。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可能村宇都比救世主要更有吸引力一些。说完了 C 的 D 前期登场的高达，咱们再来看看几台量产机吧。首先是扎古勇士，这玩意儿乍一看真的有几分 UC 系扎古的神韵，以至于很多路人粉都以为扎古勇士也是扎古。就像我一个朋友，他说他做过扎古的 MG， 我心想哎呦呵，这挺识货呀。
结果一看照片，好家伙，原来是 MG 扎古勇士。实际上呢，如果按照时间顺序，金恩对应的才应该是大家常见的扎古2，扎古勇士我觉得更应该对应的是马拉塞。而扎古勇士这台机体呢，在剧中的待遇还是相当不错的，不仅扎夫特主力机型就是扎古勇士，而且前半段主角团里边除了脉冲，就是2台专用涂装的扎古勇士，分别是注重远距离照射攻击露娜专用的红色炮击扎古，以及注重突击以及实弹打击的雷专用的扎古幻影焰。要知道以往的高达剧中啊，都是主角团各种高达，敌方各种杂兵的。这 C.D 倒好，一上来主角团一高2扎，对手整了3台高达，要么怎么说偷高达才是实现战力翻转的捷径呢？而且除了主角团的2台扎古勇士，以扎克的斩击型扎古勇士也是早早的就登场了，并且一登场就给三小若带来一点点真红衣的震撼。虽然他这会儿已经是白衣了，斩击型扎古勇士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台扎古勇士了。背包上的2门光束加特林压迫感十足，再加上手里的一把光束长斧，时髦值直接拉满，更何况它还有以扎克的人气加持。我依稀记得当初这台机子刚出 MG 时呢，价格一度飙到400-500，后来再版了多次，价格才有所回温。而扎古勇士除了上述的机型，还有抵押个的专用扎古勇士，以及演唱会扎古勇士，一股脑准备了这么多同模换色产品，老毕那点小心思谁还看不出来呢？不过扎古勇士的 MG 啊，也是10多年后才出的了，而且采用了极其敷衍的骨架，导致口碑啊一度不太好。但有一说一，扎古勇士整体的颜值还是很能打的，所以很多人啊会为了其外观而选择无视缩水的内购。而随后推出的缩上加缩的金恩可就没有这么好的命了。金恩的外观本来就相对比较一般，内购呢又在扎古勇士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减法，搞了大家都开玩笑说，财团 B 为了清 MG 金恩的库存，新剧场版里边都得让他刷存在感的。而扎夫特的另一款相对高端的量产机烈焰老虎，以及 CDD 末期有一些亮眼镜头的大魔骑兵，至今啊都没有推出什么比较好的模型，这一点确实比较可惜了。这2个机体的设计理念呢，也是与扎古勇士如出一辙，那就是大量采用 UC 系原型机的设计元素，同时呢根据现代审美对其进行大量的改造，从而让老粉丝一眼就能看出这台该叫啥，又让新粉丝呢能够喜欢上他们的外观，可以说是一种相对2全其美的设计手法了，甚至驾驶员的台词都有所致敬。希望这2台机子能够早日出个 MG 或者 FM 啥的吧，出必买好吧。而联合这边量产机温达姆以及105短剑，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啊，设计的比较平凡了，不过有点类似于 UC 系的吉姆，帅的也有，就是得看外传了。除非呢你也是激战玩家，还迷信50短剑退盖塔这种传说。顺带一提，我第一次见强袭短剑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这脸有点像擎天柱，不知有没有人跟我有一样的错觉呢？虽然联合的 MS 不太行，但各种 MA 呢还是挺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如单防洋电子炮的大螃蟹，比如单防洋电子炮的大蜘蛛。不知地球这边是不是在一战的时候被洋电子炮炸出什么阴影来了啊？第2季对洋电子炮呢真是针对到家了，搞得密涅瓦这一路上洋电子炮就没打开心过。而毁灭高达则是联合军交出的现代兵器版本答案，不但能够抵御绝大多数的光线武器， MA 形态下呢还能够像 UC 大扎姆一样360度无死角的地图炮，同时背部有一对高出力光束炮，保证了定点输出的威力，4个6连装发射器也保证了充足的轰炸能力。 MS 形态下，胸口除了3门名字非常中二的超级海妖魔兽负向光束炮，嘴部呢还有一门200毫米能源炮，2只手啊更是像吉翁号一样，不但每根手指都有光束炮，并且啊可以将整只手都当浮游炮来使用，甚至手上还额外配备了万步光束炮以及光束盾。我一直觉得啊，把这种东西称呼为明明就是一座移动堡垒，好吧。而毁灭高达的新生 HG 也快出了，考虑到 CD 的人气以及老毕对这种大型机体的备货量，很有可能啊会在发售后的一段时间内涨价，到时候再观望观望吧。说完了联合这边各种反光束兵器，再来看看奥布的终极反光束 MS 拂晓。这玩意儿要说的话，其实就是强袭高达的换色机体，只不过呢这个换色价格有点高，按照设定啊，光拂晓高达外甲的造价就价值20台 M1 一端，这还不说维护成本。而由于这套外甲采用了巴氏镜装甲而非 PS 装甲，因此在对光束武器几乎完全免疫的同时，对实弹防御可以说是几乎为0。
所以大多数时候啊，当遇到实弹武器时，只能依靠盾牌中心防御实弹的部位。但算上背包以后就不同了，在宇宙战时可以使用不知火背包，不但提供了浮游炮的攻击属性，还能让浮游炮展开防御立场，可以同时防御实弹和光束武器。好家伙，耍赖皮是吧？不过相对来说啊，大气圈内使用的大舅背包就没有这么 bug 了，看上去呢就是强袭空战背包加了一对光束炮。不过背包本身呢其实是跟正义高达背包一样的，可以变形成战斗机，通过 AI 进行自律行动的。只不过这个功能剧中并没有使用过，毕竟驾驶员当时还是卡加利嘛，能理解。提到拂晓还要提嘴它的设定，从剧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台机体呢是胡子密还健在时，也就是 CE71年就已经建造完毕的，只不过当时的 OS 系统和武器装备都没有完成，所以并没有投入实用。而在71到74年之间，拂晓也是有多次装备升级的，比如拂晓的光束步枪就是72第5式，这里的72指的就是72年的装备，而大舅背包上的光束炮编号则是73F 式，结合大舅背包有着正义高达的血脉，可以推测呢，至少大舅背包是在一战后很久才开发完毕的。所以说啊，拂晓在第2季中的变态表现，倒也不能完全说是当年奥布太厉害，但单就奥布在71年能开发完8支镜这一点来说啊，技术力也是相当恐怖的。而且奥布在设定上呢，还是提供了万代另一大亲儿子异端高达呢。纵观所有的高达系列作品啊，能仅凭小说漫画就把机体卖到飞起的，我觉得也只有 AOZ 海盗、高达 W 败者荣光以及高达 C 的 Astery 了。异端高达可以说是人如其名，整个机设就是个异端，一台骨架大量外露，还拿着日本刀冲上去砍人的机甲，这跟谁讲理去？但也许正因为是其存在于外传，作者才会异想天开，加入各式各样的装备，实现大家对机甲的各种幻想吧。而至于异端的型号，已经跟 AOZ 走上同样的路子了，不是什么千年骨灰粉啊，基本是数不清了，简直就是捞钱无底洞呀。好了，至此大家终于收集齐了8个徽章，准备挑战4大天王了，也就是强袭自由、无限正义、命运以及叫什么来着？传说高达是吧？先说说号称最帅最强的强袭自由吧。作为以自由高达为原型，进一步改造而来的机体，外观上呢基本上延续了自由高达的风格，但是肉眼可见呢加入了大量的金色细节。其实强袭自由的高达原画上，金色细节呢只存在于一小部分外露的骨架上面，具体效果可以参考 HGUC 强袭自由。早年金色细节比较多的就是 PG 强袭自由了，但由于模型素质比较差强人意，后续的市场反应也比较一般。而最受玩家追捧的就是 MB 强袭自由以及近期出的 MGEX 强袭自由了，都是追加了大量的金色细节。其实从这就可以看出大家追求的是动画中那台金闪闪的强袭自由。尽管动画中强袭自由也没有那么多的金色细节，但金色光泽感做得特别的耀眼，让人对他身上的金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一旦换到模型上面，先不说大多数用的都是佛祖金吧，就算是电镀金也很难还原剧中的那种感觉。这也是强袭自由在低端产品线上卖的不如自由好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再说说强袭自由的机设，最大的改动就是把背包部分的鲸鱼等离子炮取消，换成了胸口的负向光束炮，同时呢翅膀也追加了超级龙骑兵系统。从此我方浮游炮 BOSS 诞生了。这个超级龙骑兵系统呢，也是专门为吉拉量身打造的，一般人是无法运用这套系统的。可以参考驾驶为骡子打造的 NT1时，测试驾驶员克里斯的感想。前周スクリーンとマグネットコーティングの感想は？早すぎて怖いくらいよ。こんな敏感な機体実戦で使えるの？手里的天狼座光束步枪也换成了双持，并且可以组合作为远程高能步枪使用。盾牌也由实体盾换成了光束盾，而最重量级的升级其实是强袭自由高达搭载的光辉传递者系统。对，就是观星者里边观星者高达搭载那个，该系统提供了超高的机动性与运动性，这才使得强袭自由高达呢能够跟得上吉拉的反应速度，从而实现华丽的空中杂技。有了速度，有了大量的远程武器，使得强袭自由高达的远程收割能力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什么？你问近战怎么办？对于一个能在 Ace 战中空手入白刃的人来说，给他2把光束军刀已经足够了，好吧？接下来说说无限正义高达。相较于正义高达，变化说真的不是很大。一个是盾牌改造成了复合弓盾，既可以当实体盾，也可以展开光束盾，还可以当光束枪或者是光束剑使用。盾的内部也藏有回旋镖以及一个缆线式补副钉刺。另一个改动呢，就是背包命运00升级为命运01，增加机动性的同时呢，在机翼部分追加了光束刃，机头也追加了撞角。总的来说无论是盾牌还是背包，都是针对阿斯兰的近战特长所做出的改动。这还没完，无限正义高达还追加了小腿上的光束刀刃。可能很多人觉得这玩意儿没啥用，有没有用？你问问飞鸟就知道了。腿可绝对不是装
装饰品啊。然后就该说说命运高达了，在我心目中啊，这是最适合全天下高达路人粉的机体了。要大刀有大刀，要大炮有大炮，要点射有光枪，要近战有掌心雷，要防御有光束盾，要牵制有回旋镖，要耍帅呢还有翅膀加光翼。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全能的机体啊？我给刚入坑的侄子和小舅子推荐模型呢，都是优先推荐的命运高达，因为只要这一台机体就可以满足绝大多数入门机甲爱好者的需求了。不过由于该机体的驾驶员是飞鸟，很多不喜欢这个角色的人啊，也会对命运高达有所抵触，尤其是其脸上有泪痕标志这一点啊，更是不知为何会以讹传讹的传成是恶魔的象征。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泪痕还是点题命运这个名字的，象征着驾驶员悲惨的命运的。不过很多人呢，可能这会儿又要说飞鸟这是活该啊，或者什么的，这个咱们就先不深入讨论啊，留到角色设定那期再细说吧。总而言之，作为与强袭自由高达同样搭载着光辉传递者系统的命运，虽然在剧集末期作为反派登场，但由于机设非常出彩，使其直接成为 MB 产品线的成名之作，并在随后的新生 HG 产品线中呢也大放光彩，可以说是只要颜值帅，三观跟着五官走的典型了。好了，介绍完 C 的第4大天王，咱们这期视频啊也该接近尾声了。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如果要我总结 C 的系机体的机设，那就是剧情特狗血，观众多又多，机体够时髦，可玩性又高，距今20载，热度仍不减 ，UC 宇宙外种命占半边。好，今天视频就这么多，下期呢我们将聊一聊 C 的宇宙的故事设定，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下 UP， 不要迷路哦。我们下期再见。